接下来赶快看到，尤其在中东地区这边战事是一触即发了。纳坦雅胡这一回逼川普要点头要开战，伊朗则是飞弹全国已经准备好了齐射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有大陆的武器来做撑腰，当中包括了有歼20吗？红旗9进场，中东战火还压得住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最新消息 ，NBC 美国的媒体透露的。他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2月29号的时候已经预估了他会访问海湖庄园，和美国总统川普他们会一起讨论，接下来他们希望能够再度的对伊朗来发动军事上面的打击，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朗从12月22号开始就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试射，并且在许多大城市不断的试射飞弹。这当中他们提到的地点包括了有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这些马哈巴德等等的大城市进行飞弹的试射。所以以色列官员这样说，他指控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会有眼转为真正的战争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宣称的，他说伊朗会由眼转战是真的情资，还是他有可能恶人先告状，先发制人的一个铺垫的话术吗？纳坦雅胡他会不会真的成功说服川普先下手为强？成功几率又有多高？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哈，这个我们分时间跟空间来讲啊，先讲这个空间啊，这个海湖庄园 Mar-a-Lago 啊，是川普自己的家，在佛罗里达啊，那有白宫不去。要跑到这个庄园，比如说我跟那个大川，这个大千了哈，我们说有事情的话呢，我有办公室你不谈，要跑到家里去，故意的制造广告。纳坦雅胡自己就告诉人家说，美国最挺以色列的总统跟我之间私人交替，所以他这个空间上来讲，他跑到这里去。他讲到伊朗这边事情的话呢，伊朗有导弹飞过去，老早的事情啊。以色列不是有这个穷那个穷，我们台湾也不是跟以色列要学什么铁穷金穷啊，什么钻石穷一大堆，对不对？啊，那以色列怕什么东西呢？以色列基本上要制造出一个事端啊，就是说呢，伊朗呢，他接下来谈呢，就是伊朗现在利用它的那个浓缩铀的部分已经到达了已经是接近了核能武器，或者说就直接制造核能武器。但是呢，以色列要说服这个川普，我觉得说是以纳坦雅胡的本领要说服川普，应该没有很难的。那川普也会形式上讲说，那我上次帮你炸了地底下地洞，对不对？又搞了什么 B2 轰炸机什么的。那这次的话啊，如果伊朗又犯的话，我再来炸或什么，那以色列一定讲说，来，我自己炸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效果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我今天我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你知道最近啊，这个官邸的长官呢，就是高市早苗的长官里面讲说，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啊，然后呢，日本的确拥有很多浓缩布啊，日本呢有能力有这个做导弹跟这个核武器都有可能。如果以色列要这样子干到伊朗的这个做这个浓缩铀的这个计划的话，那我就不排除中国也有可能会派歼20来炸他们。我就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好，另一方面，确实现在中国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吃重，因为现在呢，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其实现在唯一起来说是不是要阻止这场战争继续的，就是中国大陆。他现在我们来看到站上了联合国，在12月23号这一天是大陆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他呼吁说双方赶快重启谈判吧，并且他也说了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他更是直接就向美国喊了一个重话，他说美国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再孬了，应该要明确承诺不再对伊朗动武，并且主动跟伊朗恢复谈判。他也呼吁欧洲3国，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停止麦克风外交，拿起实际的行动来降温吧。现在看起来是以色列铁了心要美国一起打伊朗，那中国是不是唯一还在劝和的力量呢？这套和平方案真的能够劝和吗？那西方又听得进去吗？这些问题，孙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刚才苑老师已经讲得很有道理了嘛。其实从上一次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之后，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停火了。哦，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对川普来讲，他真的在付不起更大的代价了。如果这场战争在无穷无尽的打下去，他当然认为就见好就收了哦。他对以色列有个交代，也吓阻了伊朗哦。那么，但是以色列没有吃这一套哦，以色列当时就心不甘情不愿，而且不断的扬言说，这个绝对还要再进行另外一次的打击，这个打击根本事实上没有歼灭掉应该有的这个核设施的这些相关的目标哦。所以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早就想打伊朗。
现在只是找理由而已啊。就那个时候他说没歼灭，他就等于是打了川普一巴掌，说你美国没炸到，他又不好意思这样讲哦。那么但是事实上他心里恐怕认为，其实伊朗的这个浓缩铀根本没有在那一次的被轰炸当中被摧毁掉哦，所以呢他就开始找各式各样的理由。那找什么理由可以用呢？现在就来了一个最新的理由，说因为在试射弹道飞弹。那到底试射弹道飞弹为什么一定会射到以色列那里去呢？就做恶人做久了哈，就总是觉得好像大家都会来这一招。但事实上，伊朗闲着没事干，干嘛又要射到你那里去呢？伊朗好不容易才跟你美国达成了一个互不侵犯这样的一个默契了，然后伊朗自己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国防，他闲着没事干去打你以色列干嘛啦？就以色列就是平常就侵略人家侵略惯了，然后就天天躺在那边晚上睡不着觉，就怕人家杀过来了因为自己常干这种事。那你说对美国来讲，美国会不会再像上一次这么力挺我是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苑老师讲的美国可能口头上给他几句鼓励但是你说叫他再派这个B-2轰炸机去轰炸一次，第一那招上次已经玩过了这次不见得会灵了第二，那个伊朗也没有这个睡在那边贪吃等死啊！伊朗自从上一次被修理过之后，他已经在加强他的防空力量了。谁说中国大陆的红旗9不可能把美国的隐形轰炸机打下来的呢？如果不小心被打下来怎么办？那美国脸就丢大了。所以他出兵的话，他要先想一想，他上次的那一招已经演过一遍了，他这次再演一遍吗？大家都已经知道你的这个航道在哪里了，大家都知道你要用哪个地方用加油机来做加油了，要长程飞行接力的来打击我了。以色列又不是傻子，这个伊朗又不是傻子，他当然做好准备了嘛。那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在联合国发言是有其必要的，因为中国大陆在联合国至少代表一个正义的力量。但你说中国大陆来劝和，我觉得很难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就不会买单啊。中国大陆跟以色列两个已经很不 like 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怎么样了那你说中国大陆去劝和，美国跟以色列会买单吗？我觉得很难。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在做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当初一，中国就当15嘛，很简单啊。你美国不断的在台湾增加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那我中国大陆也想办法卖一点给伊朗，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很公道吧？大家都在做这个军售生意啊，你可以卖，难道我不能卖吗？所以你要卖多少给台湾，我也想办法卖多少给你的敌人，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你看，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委内瑞拉，都是一样的他们大幅度的跟伊朗跟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去做军事采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当然，我觉得像刚才这个苑老师讲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这么干了，他的确给北京政府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你高市有种就不要来给我搞核子武器，你搞了，反正你美国跟以色列演过一次嘛，对不对？你们演过一次了，那这次换我来，那你也不要在那边啰嗦了。是，确实如说委员说的现在以色列之所以这么怕伊朗，也是担心他随时打过来，就是因为现在以色列看到伊朗整体呢在军事上面，尤其是军力上面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过当时记得吗？今年6月他们双方打的这个以12日战争的水准了。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有什么样比较具体的军力上面的变化？首先他这边根据了解，已经可以产出年产量3000枚弹道飞弹的能力了，并且开始系统性的做这种空中战力的升级。那武器他们从2个国家来买入，刚委员帮我们提到的，除了中国大陆的武器之外，其实还有俄罗斯的武器。先来看从中国买了哪一些武器，画面上 CG 我们看到3个，第一个歼20，第二个红旗9，最后是歼14的雷达。下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则是这个伊朗跟俄罗斯买的武器2款 S400防空系统，还有它的苏35的战机等等。那所以中俄现在援助伊朗战力提升非常的快，是因此让纳坦雅胡紧张了，坐不住了吗？所以他这时候要先出手。哪一款武器现在看起来是以色列最担心、最害怕的？干哥怎么看？其实刚才大千讲的完全正确。伊朗再射飞弹的可能性，国际观察家预估50%以下，50%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宽裕的形容词，因为现在可能性很低啦。那为什么有人就跳出来说没有？我告诉你，就算有10%的话，我们也应该要先采取手段。那个人叫做尼坦雅胡，他就说：“我告诉你，只要有10%的话，都会很惊人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这从6月到现在已经补足了3000枚飞弹了，是真的，是真的。伊朗真的补足了，从中国跟俄罗斯双方面进口。
那跟俄罗斯进口的当然是主要是防空飞弹，S-400跟 S-500，好像这样子的防空飞弹。可是另外呢，跟中国进口的飞弹那是秘密。为什么是秘密？因为可能有东风系列的战术导弹。以色列他就发现说，其实